哎呀，这个混账小子，他一直在扯淡，扯淡！把所有电话都接过来，接过来，快点儿！ 417要挂电话了，乘务局问是您要的5两哪里算饺子吗？要哪里？是好的116，要哪里？您好，要哪里？418房间要的5两3星馅饺子吗？要哪里？215房间215里。好的。请问您好，要哪里？5两3星馅饺子吗？好的。房间。楚总，警察总队准备完毕，查问一下417的情况。是。 喂，417有什么动静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楚总，417的电话挂断了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电话打进来。那情况就不对了，马队长。楚总，目标进入酒店之后。 有跟什么人联系吗？目标进入酒店之后，一直在我们严密的监视之下。他若和别人有什么接触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不对呀，再想想，不要丢掉任何一个细节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楚总，刚才那个人是跟在一个服务生的后面上的楼。 他是给客人送烫洗好的衣服的，他一定是洗衣房的。这就对了，这个鱼雷一定是得逞了。马上把那个服务生给我抓起来。是。等一等，控制酒店所有客房的客人，没有允许，不得出房。是。 别动！坐下。钱先生，你好啊。您是？徐银初。哦，见过。军警稽查处的徐处长。真是好记性。 什么鱼雷？哎呀，身为教授可真能装啊！你给那个服务生了多少钱？把那封信又送到了几号房？快说！我不懂，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钱教授，你说啊，你是个大教授，一个做学问的人，怎么突然玩起政治了？这是在玩火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不想让你的皮肉受苦。说吧，鱼雷在几号房？我不明白。你的眼神就告诉我，你在撒谎。我换一个角度问你，你到酒店来干什么？做学问？这你还真说对了。我家附近最近正在挖防御工事，一天到晚轰轰隆隆，所以啊，我就到这儿来清静几天。怎么，这也违法了？不违法，不违法。你说你到这儿来看书，这家伙窗帘拉着，你不觉得光线有点暗吗？先生，您坐下。老实点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。看看，紧张了吧？我就说嘛，在这附近呢，一定有个人等着你给他拉窗帘，发一个安全的信息。
他好和于雷见一面，是吗？把枪都挪开，怎么能这样对待教授？哦，进来。处座，这就那小服生。张玉雷，我送。是。于雷在哪儿？于雷！马队长，抓住于雷没有？于雷！处座，处座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目标还在饭店，马上组织人排查。是。你那怎么样？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只许进不许出了。那你呢？自己人，你是哪里人也不行，上峰有命了。我有我的任务，你耽搁得起吗？知道联络的口令吗？毛沟、白银，哦，请。处座，刘军长报告说一切正常，只出去了55军的一个谍报员，他有蓝色 pass， 也对上了口令。口令是我刚刚制定的，55军的谍报员怎么会知道呢？接住他！还是的。哎，不能开枪！干什么？绝对不能开枪！滚开！不能开枪的仗！站住！站住！海水！通匪的证据还没有抓到，如果把市长再打死了，我们的麻烦就大了。他说的对，执行。是。我现在感兴趣的呀，你说这于雷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搞到了口令，还有那个蓝色 pass， 哪儿来的？俺报告了吗？报告。进来。坐。对于这次行动失败，你怎么看？无非是8个字：共党内奸，通风报信儿。马队长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气，但是如果不是处座下令严查，这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，所以你没必要打官腔来搪塞我。赵科长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处座早就让你查内奸，你又查出什么了？查出什么没查出什么，我没必要告诉你。需要你知道的时候，处座会掌握的。东北饭店行动失败，你难辞其咎。于雷从你的眼皮底下跑掉了，应该做出解释的是你。他有蓝色 pass， 又有行动的口令，这是我所能知道的吗？那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结果是你失败了，失败的后果，你应该清楚吧？这个你也不清楚。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，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。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？我没有，我的一切行动都在兄弟们的眼皮子底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？马队长，在这个房间里，只有我可以提问，而你只能回答。
你可以走了。下一个。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在厕所，当时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哎，这您都是知道的呀。你打算把我也扯上是吗？不，乔科长，我可没这意思啊。谁能证明？李耀武能证明。下一个，报告。进来。舒总，查询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？每个人都问过了，没有发现疑点。这是报告，不打扰你了。小乔啊，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？我和马队长一起冲进了312房间，这个报告里写得很清楚。312，你怎么会知道于雷在312房间？我并不知道，这是怀疑。凭什么怀疑呢？我在总机室的时候监听到一个可疑的电话，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使的身上，所以就到312房间去查，查完了之后又碰到了马天成，是吗？不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查，马队长就冲上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马队长，请把我的枪还给我。什么枪？我不知道。可是谭明说，我他妈没时间搭理你，滚蛋！马队长，请你振作一点儿。这次行动失败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请你无论如何振作起来。你他妈教训我！你不是吹牛说只要他一张嘴，你就能听出他的声音吗？你听出来了吗？你他妈就是放屁！我再说一遍，失败的男人也是有尊严的，请不要羞辱我。尊严？你他妈有什么尊严？你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毙了你？马队长，这次行动失败了，不光你生气，我也很生气，生你的气，生我自己的气，尤其生那个内奸的气。但是，我不会把枪口对准你。马队长，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八路是鱼雷。你可以嘲笑我的无能，但是你不能杀死我，因为我还要留着这条命。亲手把鱼雷抓住。你能有把握？你不信，我可以不说。我们打一个赌，如果你输了，这把1911归我。
就怕你没那个本事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帮助。长高，不好意思，我脾气不好。没关系，我过去的脾气更糟糕。我们以前见过面吗？没印象。不过我看乔兄有几分面熟啊。离开沈阳前，您也在北平。北平？民国31年，您也在北平。当然。当时您应该去过太原吧？川口。这好像不该你问吧？天朝啊，我跟你说，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怎么了？你坐这儿。那张蓝色牌子还在你手上？在呀，都用完了，人都从北平回来了。那就好，快点还给我吧，我这次要倒霉了。你发出去多少张？也就5、6张吧。也就5、6张，那就不少了。妈的！这要是真查出来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我查这件事情，你怕什么？算了，我回家给你拿来。兄弟，还是把它烧了吧。哥哥求求你，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你我兄弟一场，我能挖坑让你跳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事。老彭，嗯，累坏了吧？老彭，这段时间把我担心坏了。有惊无险啊！这次要不是我们的那位同志及时营救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来，他完全可以信任，你大可放心。过来喝杯水吧。给。你怎么了？去莫斯科3年了，我每次都在想我们见面的情形，可真没想到，就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有时候还老往坏处想，你也许…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病得好利落了。非常健康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们还会有今天。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
其实，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我就知道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。虽然为了工作，当时我不便吐露，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你。这次来沈阳，我计划多待一段时间。真的？可是待在这太危险了，上级同意你留在这儿了。不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。既然来了，就不能急着回去，要把群众发动起来，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。形势发展得很快呀，这座城市很快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，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。这一天，我们等了多少年呢？现在终于就要盼到了。老彭，那你必须答应我，你必须非常的小心。李洛，你想过没有？这次行动的暴露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我想过，可是就是出在东北大学。你也这么想？从现在起，必须断绝和那边的一切联系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断绝和你妹妹的联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。我说别打了，求求你了，我受不了了啊！你为谁干的？我是宾馆的服务生啊，这为宾馆干活就干了1年呀。那你们要不让我干，我就再也不干了。我要你怎么什么都没写啊？你让我写什么吧？他什么都没说。他刚才不是说了些吗？马队长，没有必要把你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很明显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他只是个孩子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管什么人进了我们保密局，他能够完好无损的走出去，这就是坏了规矩。事情要分轻重缓急。林小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对他只是略加惩戒而已。其实问不出来也都无所谓，好吧？待会儿等他醒过来，交保放他走人就是了。如果问出来什么，劳驾你自己记吧。林小姐，怎么样？有进展没有？没有。我真想不明白，怎么有人喜欢干这种事儿？马天成真是个疯子。还是上品说的有道理啊。他不过是个孩子。小男孩死了，教授还活着，迟早也会死在他们手里。只有市长能救他。马上给市长打电话，大造舆论，给当局施加压力，越快越好。天昭，马天成把那个小服务生给处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妈的，他可真下得了手，那还是个孩子。少梅兄，你有同情共党的嫌疑，这很危险啊！你别跟我打官腔。为这事儿，林小姐都跟他翻脸了。不光是你，我也很吃惊。你也很吃惊。
林小姐的为人，你还不清楚？其实，林静的另一面，恐怕没有人能真正的了解。从林静打了马天成这件事情上来看，她似乎不是一个完全冷血的动物。单从她的档案内容来看，到沈阳之前的经历似乎相当平淡无奇。民国30年，毕业于武汉青年电信训练班。民国31年，在重庆参加过为期3周的行动短训班，前赴上海做谍报工作，直接受戴老板领导。抗战期间，只搞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情报，往来周旋于日侨和发战争财的西方商人之间。但是不难看出，这份档案完全是伪造的。他试图掩盖真相，可是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怎么搞的？啊，连这样一件小事都搞不定，那么的天下皆知。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，你就马上把人给我放了，啊，挽回影响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放人。我知道你只是个替人跑腿的，可你没打算搭上自己的性命吧？你只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小的我对你根本就不感兴趣。只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，你就没事了。现在不说，以后恐怕没机会。我不明白，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？别以为你是市长的人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别逼我蹲用刑。进来。关队长，处做命令放人。找到了，快把它记下来。东原53，东782，动动94。哎，在这儿，这会儿用的。
呸！哎呀，终于见面了，彭先生，你跟我想象中的你一模一样。你儿子怎么样啊？哦，回国以后，跟一群流氓混在一块儿了，做黑市买卖。哎，算是回喽。我老婆回了九州娘家，想改嫁，不过这个年月，合适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啊？女人有的是，男人可抢手了。再说，她也不年轻了。哎，你呢？你的风湿好些了吗？好是好不了了，只能缓解。哦，怎么样？莫斯科的气候很难熬吧？不，对我的很适应。哎，你没想过回国吗？哦，想过。可是回去以后我干什么呢？我的生活已经完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你。抓到我对你那么重要啊？日本战败了，但我并没有完。我们这边也有你们的人呐。知道，那些赤色分子，他们不配做日本人。哦，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人，而你不是。我是有我信仰的啊，彭先生，我们就不用在这儿废话了。徐站长还在等着你。是吗？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我于雷竟能败在你川口的手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原来彭先生是早有预谋啊，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，是为了除掉我。搞。彭先生，不能开枪啊！撤！马天成就是个疯子，
你没必要和他结仇。他为了拿到口供，杀人也不在乎。你看那个教授，回去没有2天，死了。你突然约我来吃饭，该不会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吧？这儿的红酒还不错。这也是个很糟糕的理由。那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想听的不是这些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一起喝酒了？如果记得没错的话，从你太太来了以后，真希望今天这个夜晚越漫长越好，永远不要天亮。林小姐，我查过你的档案，有什么收获吗？你的所有简历全是伪造的，你的过去是一团谜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过去是为了工作的话，恕我不能奉告。那如果是别的原因呢？那倒可以考虑一下，只是我怀疑你是否有兴趣听。如果是实话，我很有兴趣。女人有编造的权利，至于哪句是真的，你得靠猜。我洗耳恭听。那好，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Cheers。你咋这么晚回来？我去办点事儿。跟谁在一起啊？这不该你问吧？你是跟林静在一起吧？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儿。什么时候你的侦查技术有进步啊？你别跟我打岔，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？你别忘了，她是我们的敌人。我找他了解一些情况，这关系到我下一步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还非得喝酒？我看啊，你们谈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儿。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。王文祥同志，不要乱扣帽子，不要乱扣帽子，还徇私情。你跟他有没有私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用得着我说吗？你老是教育我，你看看你自己。乔天朝同志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怎么是你？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下次你在给马队长送情报之前，我希望你先给我送一份。你知道我跟马队长的关系？别以为你跟马天成之间的这点事儿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这些事情根本就瞒不了我。别以为你跟马天成之间的这点事儿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这些事情根本就瞒不了我。
别紧张啊，坐啊。哎，其实我也是自己人，我只不过想早一些比马处长得到情报而已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能为您这样的小姐效劳，是我的荣幸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请转112房间。您好，先生，我是魁星楼，请问是您要的5两3鲜馅饺子吗？请转212房间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是您要的5两3鲜馅饺子吗？请帮我转312房间。您好，请问是您要的5两3鲜馅饺子吗？是5两，是5两，是5两。是5两。苏嘎，钱给你。哇，这么多钱，这是废纸啊！这么多钱来给你？金圆券不是钱吗？这不是东北银行发行的吗？哎，这是今天东北银行刚发行的面值1个亿的借券券。别说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没办法了，咱们做生意不容易。哎，小姐，你买米？啊，拿1袋米。好嘞。小姐，给你米，慢走。乔太太，乔太太，真巧啊！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怎么，时局动荡，乔太太也准备存点粮？多买点米有备无患吗？哎呀，乔太太真是持家有道啊！好，我帮你呢啊！不用。哎，那别客气啊。乔太太，这个粮食挺沉呐。乔太太，你力气不小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几天乔科长回家以后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跟平时一样。跟平时一样？我想他是应该有些不开心吧？为什么？行动失败了，我想乔科长心情不好，应该多安慰他。男人的公事我不懂，我就是一个妇道人家。哦，当然了，有你这样贤惠的太太，乔科长真是幸福啊，幸福。谢谢夸奖了。哦，再见了，上官先生。再见。这次行动失败，南京方面很不满意。处座，您尽管放心，只要揪出那些鱼雷，并不出去。有线索吗？正在进行之中。处座，我怀疑
你的怀疑是对的，在我们内部的确是有个内奸，像一根刺一样，而且藏得很深。从现在起，我给你一个权利，可以怀疑我们局里的任何人。川口，明白。川口啊，说日本人爱吃鲷鱼，知道鲷鱼的习性吗？这个，哦，我喜欢吃鲷鱼烧，但他们的习性呢，我都不懂。钓鱼者必须得知道鱼的习性。这个鲷鱼呀，它就有一个特点，不来潮汐它不咬钩。鱼雷和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都是鲷鱼。能不能这样理解？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平静的，没有作为的；但是潮汐到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咬钩的时候。一定要在潮汐来的时候下钩。川口很受启发。这是我局里所有人的名单材料，拿回去研究一下。楚总，那我先去忙去了。去吧。乔长官，乔长官，真巧啊！忙里偷闲过来坐坐。哦，乔长官也喜欢这家西餐厅？偶尔。乔长官，中国有一句俗语，叫做这个“想请不如偶遇”呀。今天我请客，乔长官请。请。好。请坐，川口君。waiter，先生，我老样子，黑咖啡不加糖。川口君，您要的什么？哦，跟这位先生一样。好的。哎呀，乔长官，独自来喝咖啡，乔长官有点怪呀。你不也一个人吗？哎，不，我年纪大了，我要是你这个年纪，一定请姑娘来呀。我太太是个醋坛子。哦，哎呀，不幸的男人呐！啊。东北饭店走了麦城，我苦闷呐。乔长官对这件事情也很在意吧？你不在意吗？哦，这个，我有一颗平常的心。乔长官，干咱们这种事的人，什么事儿都不应该感到意外，对吧？即便是中枪，也不感到意外，对吗？你也知道了，乔长官，我不会死的。对我来说，中枪就像孩子做游戏一样，摔了一跤，图点红功。
图点红功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接着还可以玩游戏啊。这比喻我不喜欢。当然，乔长官，你把特务工作当成了工作，而我把它当成了游戏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。也许吧。先生慢用。先生慢用。谢谢。乔长官，昨天在街上偶遇尊夫人了，她提着米袋子为了家庭而奔波，我就想起了远在九州的那人呐。哦，川口君是九州的。九州人，很想回家看看，尝尝榛子做的家乡菜鲷鱼烧，真羡慕乔长官。我的手艺也不错呀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到我们家尝尝。不，那太打扰了。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嘛，不用客气。好吧，那川口就不客气了。明天晚上如何？随时。谢谢。这是沈阳最好的咖啡呀，难怪你经常到这儿来呢啊！当然。川口，出坐。这日本男人走路是从来不低头的，只有在思考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低头。看来事情有进展。出坐，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保证，但是这次，我向阁下保证，马上就会有结果。马上是什么时候？在潮汐到来的时候。去做。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抓我干什么呀？我就是一个侍应生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我知道你是个侍应生，我想知道你为谁服务？我当然是为客人服务啊！你看看你啊！刚刚开始，你就出了一身的汗呐！啊！乔科长，难道没有训练过你吗？告诉我，你的老板是谁？
他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，这个院里他没有人呐。哎，怎么样？说说你跟乔科长的故事吧。也不嫌累，给日本人还做这么多菜。来的都是客嘛，吃就要让他吃舒服了。在游击队的时候，我们给日本人吃的可都是子弹。这是沈阳，村口的家伙比4年前更狡猾。你以前认识他？以前在山西的时候打过交道，但是没有正面接触过。那他认识你了吗？还不清楚。他到底掌握你多少情报？这正是我今天饭桌上要搞清楚的。我最讨厌这个人了，我最恨日本人。可以恨，但不要表现出来。开门。川口先生，乔太太，川口打扰了，请进吧。谢谢。川口君，哦，迟到了。哎呀，非常抱歉，有点小事儿给耽搁了。哦，乔长官，一点九州特产。吃顿便饭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哎呀，全是那人给寄来的海鲜啊。我一个人吃不了啊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好吧，小芳，请啊，请。乔长官，我特意带来了一瓶日本清酒，等会儿我们俩要好好的喝上几杯。没问题，上座。哦，不，您请，我这儿就行了。好，小凤啊，还有2个菜啊。啊。我帮您挂上。谢谢，这儿，挺好啊。哦，对了，好，照片洗好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真香啊！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。乔长官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。谢谢。小凤啊。啊？川口君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都是同事，以后可以常来。谢谢啊。来，夫人，请，走吧。等消灭了共产党，我一定请2位到我的九州家里做客，尝尝榛子做的吊银烧。来，干杯！祝你们俩幸福。我希望你和老婆孩子早日团聚。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乔长官，我预祝你们早日消灭共匪，恢复东北的局面。一定。干杯！夫人赶来，不胜酒力啊！夫人，
再喝一杯。他真的不能喝，不要介意，真的不行。不会的啊！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是男人的天职。来，为男人的天职干杯！干杯！乔长官呀，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啊！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要小孩？还没考虑。哦，是兵荒马乱，不过有了小孩才像个家呀。哎，我是不行了。有家不能回呀！不知道川口先生一个人在沈阳，平常业余的时候都做点什么呀？我能有什么消遣呢？没事的时候，我就研究档案做材料。比如东北饭店的计划失败，我就做表格，把参加行动有怀疑的人都放在表格里。那一定是有结果了。现在吧，还需要一些东西啊。说说看，都缺什么？也许我能帮得上忙。从总机室出来以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去了312房间。你怎么知道于磊在312房间？你这是把我提前放到了表格里啊？哎，不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啊。比如啊，把你的信息放入我的表格里边，我就能算出你的行动。如果你是内奸，我是能算出来的。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算出来。哎，小鸡要撒尿，各有各的道嘛啊！吃饭的时候能不谈工作吗？菜都凉了。是很无聊，不说了啊！无聊。哎，下班以后回到屋子里就做表格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不过以后我可以到西餐厅打发时间了。好主意啊！西餐厅里边有个侍应生。哪个侍应生？就是那天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呀。哦，怎么了？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谈不上认识，常去算是比较熟吧。我觉得他怪怪的，有点奇怪。怎么讲？你看啊，他手臂上有刺青，也许是青红帮的。我以为你跟他很熟。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来，喝酒。喝酒。小长官，家里边还有酒吗？没了。天成。哦，夫人呐。我跟乔长官难得的高兴一回，再喝几瓶也没事儿。那就。好，我去拿。哎，对了，顺便再拌一盘什么都有的那个胡菜。没有问题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夫人是徐州人吧？在徐州待过。啊，徐州我也去过，昭和22年，我在那儿打过仗。对，你们在那杀人，连娃娃都不放过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个啊。
真热呀！哎呀，川口先生来吃饭还带着枪啊？啊！我帮你放起来吧。哎，不，他不能离开我，哪怕是1秒钟。是吗？啊，他救过我的命啊！在辽东省，我被共产党的抗联给包围了，就是靠着他突围的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在辽东？对，那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事后我们报复抗联，在小山屯抓到的6个人，全被我宰了。夫人呐，对共产党不能手软。我在日本就杀过共产党，在支那杀的更多了。不管是哪里的共产党，他们都该死。共产党就像杂草，你不彻底铲除它，一旦有机会，他们就会长起来。你是怎么杀他们的？脑后近距离开枪，啪啪啪啪，就这样。就是这把枪，南部14师16发自动手枪，哦，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王八盒子。王八盒子，看起来很吓人啊。不，他很亲切呀。来，你摸摸它。它是不是像冰一样的凉？是。不过这把枪有很多问题，有的时候离2、3米也杀不死人，有的时候还会卡壳。你就是把弹夹拿掉，这把枪仍然在枪仓里边留下最后1颗子弹，就是这个缺陷，让不少我们的人无端的误伤了。你看看。不过作为处决枪吧，它很合适，我留着它，就是希望能够处决更多的共产党。我到现在还记得4年前在南满铁路，一个不到10几岁的8路娃娃，也就是这么高，他给共产党提供粮食。我本来想放了他，让他回去见妈妈。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突然我想试试从侧面打他的太阳穴会是什么效果，我就开枪了。哎，但是距离太近了，枪上沾满了他的脑浆，你看看。我杀他们的时候，心情是非常愉快的，就像屠夫屠宰牲口一样，一枪一个，很有成就感。去死吧！尖叫，尖叫！对不起了，救！
哪在打枪？听动静啊，天朝他们家。去看看。这儿。楚总，我没开枪，我没开枪，我没开枪。来人！哟，走，我没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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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维持现场，给技术处打电话。是。你把当时候的情形再说一遍吧。窗口快多了，喝完酒以后他觉得很热，然后他把衣服脱了，脱了之后直接把枪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。那枪为什么又会在你太太的手上？他在炫耀，他说这枪跟了他很多年，这枪杀了很多人，他一定要让王小凤拿在手里面。他说这枪很亲切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呢？你当时在哪？我在厨房。你在厨房干什么？没酒了，窗口让我去拿酒，并且让我给他再做一个凉菜。你为什么不阻止呢？我阻止不了，因为我在厨房。那子弹为什么会上膛的呢？我在厨房是这样听的，窗口说这把枪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但是这把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当把弹夹退下来的时候，有一发子弹留在枪膛里。他们聊得很好。那当时你是背对着他们吗？王小凤侧面对着我，窗口背对我。王小凤是站着还是坐着？站着，也许坐着，我不知道。不要说也许，想清楚了再说。我出门的时候，他是站着。真没有想到你太太会杀人。我也没想到，他平常连刹车机都不开。那我只能如实汇报了。
弹孔是由前额打进的，角度是自上而下，是射杀。如果川口的头是低着的话，这倒有可能。是，只可惜没有打透。如果穿透的话，就知道射击的角度了，同时也可以证明是射杀还是想走火。楚佐，我还有一个疑惑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怎么能把子弹留在了川口的脑内呢？我研究过川口的子弹，这小子呀，把所有子弹的火药都取出来了一部分。为什么？子弹的杀伤力就变大了，打入体内不会迅速穿透，而是留在体内打转。川口这小子也够阴险的。现在这种情况，研究子弹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看来我们得提审王晓峰。是这样，而且是不能用刑的事据。楚佐，我在保密局干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离奇的案子。依你看，这个案子该怎么解释？是乔天朝杀了川口。为什么？枪上有他的指纹。已经给你说过了，他在夺枪的时候留下的。再说了，他杀川口，为什么呀？川口在调查他，川口一定掌握了他的秘密，所以他要杀人灭口。在自己的家里杀人，这个在自己家杀人灭口，的确有点疯狂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看来你对天朝的成见很深。楚佐，行了，马上提审王晓峰。是。处长，我真的没杀人，处长，我知道，别激动好吗？坐下。小太太，我帮你回忆一下当时事发的情景好吗？事发的时候，你的丈夫肯定是不在现场。他不在。他如果在的话，事情也就不会发生。你看着啊，我帮你恢复一下记忆。当时川口应该是坐在这个位置，对吗？这支枪应该在桌子上，你的韭菜应该在这边，对吗？对。按你说的，他在给你讲这支枪的构造，是吧？奇怪了，那这支枪怎么会到你的手上？我拿过来的。你拿枪干什么？